他这不回来了吗？回来这几天跟他丈母娘已经吵了3架了，主要是因为我妈带孩子和他带孩子方式非常不一样。然后他吧这个破汉语水平，哎呀妈，把这架吵的举案齐眉的。你那天跟你爸说啥？你别搭的，你别搭的。这第一次纠纷呢，就是我老公愿意让孩子光脚玩，我妈呢认为脚底凉寒大，拿铁穿上袜他爸给脱了，穿上袜他爸给脱了，给我妈急的呀！一看拿铁光脚还搁地上玩，在后边喊呢，拔凉啊，拔，然后就追着拿铁套袜子。我老公就问我说：“这个888不是你家 WiFi 密码？咱妈这是什么癖好呢？怎么一着急就喊 WiFi 密码呢？就他认为他这个888的 WiFi 密码还不够羸弱吗？跟所有的烧烤店的串联吗？他还要喊别人才知道吗？”然后第2次纠纷就是拿铁吃饭，我老公给他儿子特意做了一顿饭，西红柿炖羊肉，还加点香菜，但是我妈就不让吃香菜，他放进去香菜，我妈给摘出来，我妈摘出来他再放进去。大胖媳妇非常困惑呀，干啥不让放香呢？我妈说可以多吃点韭菜，少吃香菜。我老公不懂，问他丈母娘说，那如果韭菜炒香菜呢？这道菜可不可以呢？这2次分歧我都在中间不表态，我啥也不说。你说中西文化差异加上隔代文化差异，我趟那浑水呢，包拯来了都理不清。但是第3局我老公领孩子出去吃饭，拿抹布给孩子擦嘴这个事儿，我必须照顾。我妈的带孩子方式呢是喂孩子吃饭，一口一口喂啊，孙啊，你给哎呀大宝孙。我老公呢是整个餐椅，桌上边摆全吃的，孩子随便玩，然后他在旁边趁机赶紧吃。他从来没因为带孩子耽误他自己一口饭。然后我妈呢非常洁癖，就会一直给孩子擦嘴，埋汰了擦。我老公没吃到孩子全造完了，咔嚓一起擦。我老公还偷摸问我说：“咱妈咋不嫌累呢？哎，你说他老说自己脸皮薄，是不是小时候让你老硬给开导的？这倒也没事，勤他不勤他的都没毛病。关键是我老公等我女儿吃完饭，拿起饭店桌子上的抹布，咔嚓上就搓。你说面对我女儿这张脸，他是咋下手的呢？就拿铁的小嫩脸也被他这么搓，像铁杵要磨针似的。怪不得烦他爸。你说那抹布一股蒜味，给我儿子擦的蒜香拿铁，那也太埋汰了。我说你呀，给他用这个全棉时代的婴儿超柔纯棉柔巾，零化纤、零木浆、零荧光增白剂，还获得了医护级认证，那给孩子用才真安全放心。只有这种100%棉花做的棉柔巾，才能做到在土壤里3个月自然降解。而且人家为了践行环保，还特意新出的零塑纸盒包装，绿色低碳很重要，人家说到做到，就给翟欧达和拿铁他们将来面对的未来地球减轻点负担。因为它添加了进口乳霜，摸起来好柔软了，就特别适合婴儿小孩娇嫩的皮肤，边擦边保湿补水，不用担心干燥起皮，老软和。大胖媳妇最近鼻炎犯了，每个月几天敏感的时刻，老想偷用这个棉柔巾，但是你们说她配不配得上呢？今年的中秋节，他说他要承办，说感觉现在的节日气氛太淡了，他今年要担起这个文艺复兴的重任。结果置办的所有事儿全劈叉了，明明是自己买月饼买错了，他还气够呛。你们有没有过这种现象？就当你对一个语言不是很熟悉的时候，就特别容易把2个完全不相关的词儿记串台。他就经常这样。曾经有一次我在伦敦让他去买豆瓣酱嘛，他也不懂豆瓣，也不懂酱，就只能硬记，就豆瓣酱。然后走路走了20分钟，到了华人超市，到那老板问他你要啥呀？他说赵本山。老板说你要碟啊？他说我要罐啊。碟是什么意思呢？散装的。这次又是买月饼，他带孩子自己去买月饼，我出差不在家，他自己打车去的。走之前我就怕他去错地方，我说你到了商场啊，你就找稻香村。他说我懂，而且我还知道我在北京不能说稻香村，得说稻香村。我说就是稻香村。他说稻香村，然后就去了。咱也不知道路上是哪个点开始又窜台了。到那儿见着1楼保安大爷，我要倒插门。保安大爷说你到哪倒插门啊？我老公说我问你呢，哪里倒插门啊？保安说我不知道你上哪倒插门，我也没倒插门。而且小伙我告诉你，现在不行叫倒插门，那个叫赘婿。完我就问他，我说你找着没啊？他说保安说现在那个店叫赘婿。关键是最后不但倒插门没找着，买的东西全是错的。我让他买月饼，他买了牛舌饼、老婆饼、油炸糕、枣花糕。这个是啥呢？开花馒头。我说买的挺好，别再买了，没有一个是对的。他说那这个我不服，那商家往那月饼里放鹅肝、放螃蟹、放火腿、放冰激凌，啥贵放啥。他们说那是月饼就是月饼，几十块上百块钱一个，他咋不直接往里放钱呢？月饼变了，月饼他现在的象征也不是团圆呢，就是烧钱呢，直接叫烧饼。月饼现在定位极其模糊，迷失了自我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，我买这个都可以叫月饼。你说这个 moon cake 有酥皮有 cake， 就是没有 moon。那我买这个老婆饼外父派，有酥皮有派，就是没有外父，有什么问题呢？然后晚上很委屈，坐在沙发上自己扒扒。哎呀，人本来我自己上网查的资料，今天还有个传统，我本来想再置办点桂花酒，但是咱也不敢问，咱也不敢买，月饼都买错了，酒再买错，桂花酒，咱也不知道得多贵才能叫桂花酒，节过的太烧钱，烧饼加烧酒。世界杯开始1周有余了。
大概3天前，他才得知加拿大入选世界杯了，突然成了球迷，享年38岁。足球的知识不咋够，全靠装备来拼凑。哎，样子还是义乌产的。这几天就一直很膨胀了。今儿下午跟我说，哎，你说俺加拿大好，你说一共20几个人，11个来看海，再来几个看球的，国家没撞钉子，国家没撞钉子。仪式感拉得很满啊！但是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一个人不会唱自己的国歌。他说他国歌改歌词了。但我觉得你狂归狂，人家克罗地亚人上一次亚军，你们来怎么说呢？就是别人管了 Q 了，你进了，加拿大进了，黄白是加拿大，红白是克罗地亚，这回你们穿的是黑色儿，黑色儿啊，真的不会，可以跟你玩玩。跟静影，大开。A few moments later. 视频音，加拿大1，加拿大1输了。没问题，1 is better than 0。好的，就这样。你咋老向着你爸的那对儿呢？就是也没有你的眼。哎，你们永远不要低估一个胖子的颜值。你看他现在肯定是不行的。有人说嘛，有一种虾系男友，去头可食。他是海螺系男友，想食他得先宰肚子，食他需掐头再去尾。但实话实说，他以前的颜值咱说，嘿我够用还带拐弯。以前呢也是招蜂引蝶，就刚才骑马照片那个岁月，女朋友不断，而且净招姐姐，人走的是纯欲风，就好生惹人怜爱的那种感觉。但都是咋黄的呢？就都是让我婆婆给要走的嘛。就我婆婆老管人女生要钱，她一带女朋友回家，人女生喝口奶，我婆婆管人要钱；人女生吃个披萨，我婆婆管人要钱。后来有一个差点成了，咋回事呢？那女生厌食症外加强迫症，来了一顿擦地消毒，就是不吃饭。哎呦，我婆婆好生喜爱呀。这个好这段写了可以留下，将来还不会在短视频里说我。等后来遇着我的时候呢，就颜值已经开始就力不从心了。我就发现他的头发呢越来越少，我就有点担心。他说没事儿，这肯定就是我发量的下限了，不会再掉了。因为啥呢？头发这玩意儿它是基因遗传。你看我爸是头发有点稀，但是没事儿，他不是我亲爸。我亲爸的照片我看过，那头发长得跟胶分子似的，龇牙咧嘴的长的。放心，我随那个吧。我就信了嘛。若干年后的一天，我婆婆突然给我老公发张照片说，你亲爸消失这么多年，现在想重逢，发来了一张近照。我一看完了，BBQ 了，还不如他后爸呢。锃亮的脑瓜子，啥也没有，锃亮。我说你最近要考科2，你都别看他，你看他你都打滑，你坡路都不能骑车。古代看亲生父子2滴血能分离后再相逢，尹家看亲生父子俩脑袋能折射出太阳能。所以这一年我发现他的颜值啊，紧紧绑定在他的头发上。所以你看婚礼的时候，我斥巨资给他整的艺人妆发呀，就那濒危的25根头发，整整吹了40分钟。你说他这一头小卷毛长的啊，就既内卷又躺平，你说气人吗？为了婚礼，人2月没剪头发，就为了吹出一种氛围感那种感觉，是不是当时还挺有用的？直到那一秒，我们这不挨桌敬酒吗？我们有一桌朋友就喝多了，开心了，咔嚓一瓶香槟直接喷他脑袋上，那个画面你能想象吗？啫喱后的脑袋一被喷，天蓬元帅弼马温，人这头发一趴下，整个人都变了。我们敬第1圈酒的时候，别人说，哎，你说彩楠对象找的年轻带劲呢。等我们第2圈敬酒的时候，哎妈，还是刚才那人吗？哎，都说外国人老得快，咋这么快呢？我呢，为了拯救一下大胖媳妇的氛围感，决定吸取一下当年婚礼的先进经验，从头开始，就用这款 KONO 轻盈控油洗发水，泡沫嘎嘎多，洗起来又清爽又舒服。一般控油的洗发水肯定洗完会干，但他家添加了护肤级的保湿成分，洗完一点不干涩，顺滑轻盈有光泽呀。最重要的是蓬松效果好，头发根根分明。就他这种底子的，都把发量显得贼多，他都能洗成这样，你说这个 KONO 小黑瓶是有多胖？我的海螺系男友直接从弼马温洗回了天蓬元帅，我觉得他后爸也可以整一个。